上一世，靖远侯世子顾临川射花选世子夫人，一箭射落了2朵，一朵位子代表着江家庶女江心月，另一朵是瑶皇，代表我崔家嫡女。我与江心月同一日嫁进了靖远侯府，我是正妻，江心月是平妻。婚后，顾临川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江心月，而我呢，他说我占着世子夫人的名分，也是天大的体面。于是偌大的侯府每日等着我的是永远翻不完的账本，对不完的对牌，和自一间永远等不到他来推开的门。既然世子不爱我，又为何要娶我？当初我只是要射那朵位子，可是你却偏偏将花故意放在新月的花旁，让我误中。因为你们崔家的家事，我被逼娶你，委屈了新月这么些年，你还不满足？如今你死了也好，我与新月可以一世一双人了。请顾世子搭弓射花选亲。我居然回到了射花选妻的这一天。世子好剑法！那朵位子是哪位贵女的花呀？想必一定是崔家小姐的吧？她与世子青梅竹马，除了她，世子还会看得上谁？如莲，恭喜你啊，马上要做靖远侯世子夫人了。如意，快过来！崔小姐，别害羞，射中了你的花，这真是天意呢。夫人明鉴，那朵位子并非如音放的花，不知是哪位姐妹好福气呢？让世子选中。不是崔小姐的，那是哪位贵女的花？夫人，那朵位子是新月的。这位姑娘脸生得很，是谁家的女儿？夫人，妾身夫君是刚上任的太史令，新月是我家庶女，甚少出门，所以侯夫人不认得。一个小小的6品官庶女，也配肖想世子夫人之位？母亲，新月端庄贤良，儿子很喜欢。临川，射花这事常有误差，若一次便定下，是不是太过草率了？不如让各位贵女们画一幅画作，看谁画的最好便是第一，再看结果如何。谁不知道京城中崔家嫡女的画作是一绝？侯夫人这摆明了是为崔小姐铺路啊！侯夫人，这一次世子选世子夫人，定的便是射中花朵定人选。既然射中了江小姐的，便是天意。若再比试别的，怕是对江小姐不公平。崔家妹妹说的极是，母亲，姻缘天注定，我认定了新月是我选定的世子夫人，不必再选。不义，你知道我最是喜欢你，端庄大方，堪为宗妇人选。母亲，我一直视崔家妹妹如自家亲妹子一般，从未想过娶她为妻。世子向来心直口快，崔小姐千万别将她的话放在心上。若崔小姐真的喜欢世子，待成亲后，我劝世子将你娶进府，我们姐妹一处也是好的。一个6品京官的庶女，居然敢大放厥言，让我崔家嫡女做妾，屈居她之下！闭嘴，休得胡言乱语！崔妹妹，新月性子单纯，什么也不懂，你只当她年纪小，原谅她有口无心。我与世子青梅竹马，我将世子视作兄长。作为妹妹，好心提醒一句，江小姐年纪比我还大2岁，若还是性子单纯，有口无心，什么也不懂，怕是进了靖远侯府也会给世子添麻烦呢。毕竟京中的高门世家，谁家的主母是这般有口无心，任意肆为？以后岂不是让人笑话靖远侯府不懂规矩，贻笑大方？世子，我知道我刚进京，什么也不懂，可是崔小姐身为高门贵女，说话这样刻薄，便是懂礼了吗？江小姐怕是不知道，京中的姑娘出嫁前都有管教嬷嬷入府教导。我这样的话，在管教嬷嬷那里看来都是温柔的。若是碰到严厉的管教嬷嬷，江小姐岂不是要日日哭泣？够了，临川，你既然心意已决，那便按你的意思。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，做我们靖远侯府的世子夫人，必须知书达理，有做宗妇的能力，
否则便是入了门，我也不认。如意，今日你是不是不高兴？我与你青梅竹马，两家都看好我们的婚事。我原也以为我会娶你为妻的，可是我却遇见了新月。你不知道，我看到新月的第一眼才知晓，原来以前我们的喜欢都不是爱。看到她的一瞬间，我才明白我此生要娶的人就是她。这新婚宴，世子爷怎么宿在江姨娘的院里了？嘘，小姐心里不好受，你少说两句吧。世子哥哥说什么？我双亲从未与我提过有意与江家结亲的事，而且母亲已为我定下婚事，只怕近日便会下嫔。若是如懿以前有什么让世子哥哥误会的，如懿给世子赔个不是。如懿，别意气用事，你是崔家嫡女，若你愿意，我会在新月入门后娶你为平妻。你可以帮他打理侯府事务，他什么也不懂，只不过占个名分罢了。府中一切由你主持，没有人会看轻你半分。我会让侯府下人称你夫人，绝不会因为平西是妾便轻视你。如懿，我们三人举案亦能齐眉。世子慎言，我已定下婚事，与世子再无瓜葛，请世子自重。我知你今日被下了脸面，心有恼意，我会亲自上门给妹妹赔罪，你别气坏了身子。如懿，你当知道，高门世家妻妾成群是正常的，不是吗？就算你是崔家嫡女，难道就因为出身高贵便不许夫君纳妾吗？我今日对不住你，可是正妻之位我已许诺了新月，你想要怎么样的补偿我都答应。我现在便可向你保证，我给你的聘礼和成亲的仪式绝对不会比世子夫人少半分。回府。如懿，你听我说。如懿，你听我说，你不要赌气，平妻之位已是我能给的最大诚意，你不要。世子，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我知你今日被下了脸面，心有恼意，你且等着，我自会亲自上门给妹妹赔罪。世子要赔罪，该去江家。如懿，你别气坏了身子，高门世家妻妾成群本就是常事，不是吗？就算你是崔家嫡女，难道就因为出身高贵便不许夫君纳妾吗？我今日对不住你，可正妻之位我已许诺了新月，你想要怎么样的补偿我都答应。我现在便向你保证，聘礼和成亲的仪式绝不会比世子夫人少半分。回府。世子，夫人，你如今有了婚约，与如茵也该避嫌。你的名声坏了不打紧，如茵的名声可容不得别人半分重伤。夫人，林川只是想和如茵说几句话，今日之事是我的错，待我备好聘礼，一定给足如茵面子，八抬大轿迎她入门。我们崔家的女儿绝不与人做妾，也不会与人共侍一夫。夫人，回府。顾景纯上一世那么爱江心月，对我百般冷落，直至我郁郁而终。这一次，我没有打算夹在他们中间做阻碍，他怎么还偏要纠缠不清？真是疯子一个！可不是呢，疯的江家的庶女都能攀上侯府顾家了，之后江家怕不是有的闹腾。来，再饮一杯。往后我江家与靖远侯府便是亲家了，还要仰仗各位多多走动。江夫人好福气，庶女也能攀上侯府世子，真是天大的造化。那是自然，那日世子设花选妻，一见便中了我们家新月的位子，这可是天意。江家连摆了好几日宴席了，生怕全京城不知道他家攀上了侯府。夫人，那聘礼的事，拿太贵重的做什么？江家不过6品的品阶，若我们侯府聘礼过重，岂不成了以势压人？哼，他家给得出多少嫁妆？总不能我给了万金的聘礼，他回我1000的陪嫁，这叫门不当户不对，反打了女家的脸面。去，把那几匹旧年的绸缎、几副黄金头棉，还有那柄玉如意石头出来，装箱便是。母亲，
这是不是太简薄了些？简薄？他江家6品品节能拿出多少嫁妆来配？我侯府聘礼太重，倒成了以势压人，传出去好听。你既非要娶，母亲便替你周全。去，让管事择个吉日，抬去太史令府。是，儿子听母亲的。这就是靖远侯府给世子夫人的聘礼，怎么才这些？嘘，别多嘴，人家侯府的事儿轮得到你嚼舌。旧年云锦10匹，普通玉如意1柄，足金头面3副。这也叫聘世子夫人？我家侄女嫁个6品通突，聘礼也比这体面些。看聘礼便知婆家态度，侯夫人摆明了不满意这个儿媳妇，10几台破烂就打发了。人家侯府给得起，他江家收得起吗？回头连相的陪嫁都凑不出来，那才叫笑话呢。你不是说世子非你不娶，对你一片痴心吗？就给这些破烂，倒不如将你嫁在江南，给富商做续签。人家可是愿意出5000两银子的聘礼。不可能，世子他说过会给我最好的。哎，我来的时候听说崔家嫡女今日也是纳帕定亲，你说会不会是靖远侯世子说的同时娶2位进门吧？也不是没可能。你看这里下聘的都是管事，靖远侯夫人和世子都不来，而且听说有人在崔府的方向看到了世子。不可能，世子不可能弃了我去娶崔如意。把人给我追回来，江家丢不起这个人。侯府好大的手笔，竟然整整给了99台聘礼，全是大雁东珠极品云锦。魏远侯这手笔，怕是把半个身家都搬来了。崔家百年世家，求娶崔家嫡女，肯定是慎而重之啊！如茵，你当真要收这聘礼？顾郎，你既然今日下聘娶我，又为何要同时下聘给崔如茵？凭什么？我只得了靖远侯府那10几台破烂聘礼，他崔如茵却能风光大嫁。不，临川哥哥最爱的是我，这些都该是我的。我腹中早有你的骨肉，你若敢娶她，我今日便一头撞死在这里。闭嘴！你在胡说什么？是你说要照顾我一生一世，说喜欢我的样子不似京中贵女一板一眼，哄了我以身相许。可是你为何辱我？既然要娶我，我还未进门，你怎么敢他下聘崔如茵？你给我家10几台破烂嫁妆，却给他抬了99台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和我以身相许？天哪！原来这江家庶女竟是个不知廉耻的，早与人珠台密怀。荡妇闭嘴！我什么时候给如熙下聘了？这根本不是我的聘礼。如今你人在这里，聘礼皆在，你居然还不认？难道你真的要他与我同日嫁进侯府，你才肯承认吗？不知二位对本侯的聘礼有何不满？为何要在本侯下聘之日上门吵闹，扰我与崔小姐的婚事？今日是本侯与崔家定亲的吉日，听说二位也是今日定亲，不在自己府上办喜事，却跑到别人府上闹事，是何道理？不是临川娶崔小姐吗？如茵，你居然要嫁给别人！我与谁定亲，与顾皇子何干？我明明说过，待新月一过门，我便会来下聘迎娶你过门。可我从未允诺过，也从未答应嫁给你。不嫁我，你还能嫁谁？你我青梅竹马，不过因为一朵花，你便要任意胡闹至此？你假意嫁给别人让我着急，用这种方式来满足你的虚荣心吗？这顾少子是疯了吧？顾世子，
你与阿英可有婚约？我与他两情相悦，两家心知肚明，我们是要成亲的，何须什么婚约？两家既然心知肚明，你们二人要成亲，那为何世子在设花选妻时，选中的是这位江家庶女？难不成是我记错了？前些时日闹得轰轰烈烈的选妻，谁人不知世子对太史令家的女儿爱得如痴如醉，宁可违背侯夫人的意思也要娶进门。怎么今日便变成了与崔小姐有了婚约？那是因为没有婚书，没有定亲，光凭你一张嘴便要污我妻子的名节。我与崔小姐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3媒6聘，99台重礼，走的是清清白白的古礼。世子若有不甘，不如拿出证据来，看是不是旁人抢了你的婚事。若没有，世子只凭空口白话在此胡说的话，便休怪本侯不客气。你的定亲宴不待着，跑这儿来丢人现眼，可不是嘛？娶一个6品庶女做世子夫人，居然还妄想让百年世家的崔家嫡女给他做妾，真当自己是皇子龙孙啊！闭嘴！你们懂什么？如茵，你明明喜欢的人是我，就因为我要娶新月，你便记恨我，要嫁给一个只会打仗的大老秃对我赌气吗？你快告诉他们这是假的！看来他是笃定我与他青梅竹马，多年的情分必舍不得放弃他。他想着花言巧语哄我一顿，我就会答应他。崔姑娘，来人，把这风言风语的无赖给我轰出去！世子爷，夫人派奴才们来叫您回去，您再闹下去，侯府的颜面还要不要了？当心夫人和侯爷动家法呀！滚开！我不走！如茵，你不能这么负心！还不把世子的嘴堵了，送回靖远侯府去！抬回去，告诉靖远侯夫人，若再不好好管教儿子，本侯倒不介意亲自帮他管管。是，侯爷息怒。凌晨哥哥，你们慢点，等等我！怎么回事？回夫人，世子爷去崔府闹了一场，被魏远侯一掌打晕了。孽子，把他来到祠堂去！如此不要颜面，行事颠三倒四，如何当得起侯府世子之位？夫人息怒，身子要紧。让我进去，我要见世子。江小姐，请留步。嬷嬷，林川哥哥晕倒了，我要进去照顾他。站住！江小姐，你还未过门，大庭广众之下行事无庄，定亲之日便这样跑到侯府来，怕传出去与你名声有障。夫人，我只是担心世子。还是请回吧。老太婆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我生下顾家长孙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放我出去！我要去崔家提亲。如英怎么会同意嫁给别人？她一定是在生我的气。她自幼与我一起长大，她知道我一定会娶她的。我要去告诉她，只要她愿意，我会让她跟江心月同时进门。她一定会选我，而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武夫。裴静算什么东西？一介武夫而已。畜生！你这蠢货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？我费尽心机为你筹谋，结交崔家，让你与如茵青梅竹马，就是想让你娶了崔家女，以后仕途一片光明。谁知你昏了头，偏偏要去娶一个6品穷国家的庶女，你现在还怪别人？我娶新月怎么了？等我继承了爵位，还不是我说了算？裴静不过是个大老粗，
大老粗！裴静是皇上亲封的威远侯，一品君侯，位列你父亲之上，是朝堂上炙手可热的新官。而你，不过是个靠着祖宗庇荫混日子的世子，你拿什么跟他比？你可知裴静是用什么求的这门婚事？军功。他在朝堂上当众将北境平叛的军功双手奉上，只为求皇上一纸赐婚。此事在都朝中已传遍了，谁不知道威远侯为求崔家女，连拿命换来的军功都舍得出去？他还求了皇后娘娘封后时戴的那只凤簪，给崔如一添妆。这样的诚心，什么样的女子不会动心？难不成还为你这种三心二意的人动心？你还想抢婚？顾平川，若非你是我的骨肉，我都觉得你蠢。不可能，我从未想过不娶她呀。她怎么就不能等一等？我们青梅竹马，我们说好会成亲的。如今说什么都太迟了，你还是想想怎么迎娶你那如意娘子吧。原定半年的婚期，如今是等不得了。夫人说的是，江家那边传了话来，说江小姐的身子经不住等。她自己做下的丑事，倒要侯府来替她遮掩。婚期提前到1个月后，再拖下去，新娘子挺着肚子进门，侯府岂不是成了笑话？这个装上，这些也装上。夫人，这如意是破的，摆在明面上怕是不好看。怕什么？顾家送来那10几台破烂聘礼的时候，怎么不怕不好看？她一个庶女，做下那等没脸的事儿，还指望我给她备什么好嫁妆？这些足够了。这算什么？这就是太史令府给我准备的嫁妆，这些发霉的旧缎子，还有这破了脚的如意，你们是想让我抬着这些垃圾去靖远侯府被人笑话吗？侯府的聘礼本来就只有寒酸的10几台，如今我连像样的嫁妆都没有，我不嫁了。不嫁？好啊，那便来人，拿白绫来。母亲，您这是何意？怕人笑话？顾家送来那打发叫花子一样的10几台聘礼，你不怕笑话？你未婚先孕，珠胎暗结，你不怕笑话？如今眼看肚子藏不住了，婚期被迫从半年后提前到1个月后，你倒有脸嫌弃起嫁妆丢人了？我是侯府未来的世子夫人，你们不能这么作践我。世子夫人，一个用手段换来的名分，也配在江家撒野？若非你父亲顾忌同僚议论，死死拦着我，就凭你这不知廉耻、带累家中其他姐妹清白名声的做派，我早该送你到家庙去，赏你一杯毒酒赐死。你们都看不起我，崔如英看不起我，侯夫人看不起我，连嫡母也要逼死我。等我生下顾家长子，在侯府站稳脚跟，我一定要让你们所有人跪下来求我。把地上的东西收好，这就是你的全部嫁妆，多1分都没有。下个月初8，哪怕你就是爬，也得给我爬进侯府的大门。哼！哎呦，快看，那就是江家给庶女备的嫁妆，连咱们平头百姓嫁女儿都不如。靖远侯府好歹是勋贵，居然迎个带着身孕的庶女进门，连聘礼带嫁妆，真是丢尽了列祖列宗的脸。笑吧，你们就尽情的笑吧。今日受的屈辱，来日我定要千百倍的讨回来。等拜了天天，我就是名正言顺的世子夫人。前世你崔如隐享受的风光，今日全是我江心月的。什么百年世家，还不是输给我这个6品庶女？一拜天地！等等，趁着今日亲朋好友都在，
我靖远侯府还有一件喜事要办。母亲，还有何喜事？老太婆又要耍什么花样？母亲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林川，这是你表妹玉素，她自小在侯府长大，对你情根深重。玉素见过姑母，见过表哥。今日母亲做主，将玉素也娶进来，做你的平妻。平妻？侯夫人，你怎么能……闭嘴！今日你们大婚，我已宽宏大量，同意你这庶女进门。但你如今身怀6子，如何能服侍好世子？玉素进门，正好可以贴身服侍林川。以后你生下长子，便是正妻。玉素懂规矩，自然不会与你争。表哥，玉素定会好好伺候您和姐姐的。一切全凭母亲做主。平妻，好一个平妻！你们母子联合起来践踏我，刘玉素，你别想生下顾家的种，我死也要拉着你们一起下地狱！吉时已到，新人拜堂。我不同意！我不同意！母亲，我今日才刚嫁进侯府，你便要世子娶平妻，这是何意？把我江家的脸面放在何处？放肆！出嫁从夫，为夫君开枝散叶是妻子该做的事儿。你如今有孕，难不成要夫君为你守身10个月？林川，你说话呀！你曾说过要与我一生一世一双我的。新月，母亲说的也有道理。你身子重，玉素为妹知根知底，定能好好伺候。你竟也同意？我倒要问问江家是如何教导女儿的，这般忤逆婆婆的话是如何从你嘴里说出来的？这是我做的主，你有意见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若你连父母之言都不听，不如今日就拿了休书归了江家，不必做我顾家妇。我现在若是回去，不仅江家容不下我，我的孩子也会沦为私生子。老妖婆，你够狠！儿媳不敢。哼，既然不敢，那就喝了这杯敬茶。姐姐请喝茶，以后玉素一定照顾好夫君。姐姐身子不便，玉素不会让姐姐操心，定能照顾好夫君的饮食起居。表哥，姐姐是不是不喜欢我？新月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玉素好心敬茶，你怎可如此粗鲁？我喝！夫君，玉素，今晚我定好好陪。林川怎么还不来？难道他真的去了那个狐狸精房里？不会的，今天是我大婚，我是正妻，他不能这么对我。少夫人，洗漱歇息吧。世子呢？世子是不是在外面招待宾客，马上就回来了？少夫人还在等世子。夫人发了话，按古礼，夫君是断断不能与有孕的妻子同房的，恐伤了子嗣，沾了晦气。那世子去哪儿了？世子自然是去了柳夫人的房里。洞房花烛夜，总不能让世子空守着。少夫人还是早些睡吧，保重肚子里的胎儿要紧。顾凌川，你个骗子！
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什么非我不娶，全都是骗人的！刘玉素，你个贱人，敢抢我的男人！夫君，姐姐一个人在主院会不会生气啊？要不夫君还是去看看姐姐吧。提她做什么扫兴？她如今怀着身孕，脾气暴躁得很，哪有我的好玉素这般温柔体贴？夫君讨厌，玉素以后全凭夫君做主。好玉素，今晚咱们可要好好生个大胖小子。听说了吗？世子爷在柳夫人房里一晚上叫了3次水呢。可不是嘛，那主院的那位怕是气得肠子都青喽。少夫人用早膳了。夫君呢？柳夫人那儿呢？世子爷说今早在他那儿用饭。你叫他什么？少夫人何必动气？柳夫人是侯夫人亲口定的平妻，何府上下自然要称一声柳夫人。我才是世子夫人！听说了吗？靖远侯世子成亲当日就抬了个平妻进手，连洞房都是在那平妻房里过的。可不是，正妻挺着肚子独守空房，平妻那儿一晚上叫了3口水，全京城都传遍了。这靖远侯府也太不讲究了。那正妻虽说是个庶女，好歹也是明媒正娶的世子夫人，成亲头一天就这般打脸，往后日子可怎么过？谁让她没进门就先怀了身子？侯夫人能给她好脸才怪。倒是那个平妻，听说是世子的亲表妹，侯夫人一手抬举的，往后谁压谁一头还不好说呢。夫君你看，这株牡丹开得真好。不及你娇艳。姐姐早，昨夜姐姐独守空房，妹妹心里甚是过意不去，正想着去给姐姐请安呢。那是本该属于世子夫人的规制，怎么能戴在这个贱人的头上？夫君，你身子不便，多在房里歇着就是了，不必四处走动。柳玉素引领般愉快。母亲请坐。还是玉素贴心，不像那一位日日躲在房里，也不知给谁看脸色。夫人，这个月的府中开支，往后这些事儿就交给玉素打理吧。她是平妻，也该学着主持中费了。谢母亲抬爱，玉素一定好好学，不叫母亲失望。夫君回来了，玉素炖了银耳羹，一直温着，夫君尝尝。还是表妹贴心。夫君又叫人家表妹，如今玉素可是你的平妻了，连母亲都把对牌交了我打理呢。你本来就是我的好玉素，往后这侯府内宅，你多费心就是。这柳夫人才进门几天，对牌都到她手里了，主院那位怕是连对牌长什么样都没摸过呢。柳夫人，她一个妾也配叫夫人？
我是正妻，我是明媒正娶的世子夫人，凭什么他拿着对牌？凭什么他住着暖阁？凭什么？就因为这个孩子，你们说他不能与我同房？我怀的是他的骨肉啊！到头来，倒成了你们冷落我的借口。林川，你说过非我不娶的，你负我，你怎敢负我？夫人小心台阶，若觉得乏了，我便寻借口带你回去。侯爷放心，今日皇后娘娘设宴，哪有中途立场的道理，我应付得来。威远侯与夫人真是琴瑟和鸣，羡煞旁人啊！夫人过誉了。真的是。哟，快看，靖远侯世子夫人来了。听说大婚当日就抬了平妻进门，还真是稀罕事。旁边那个，莫非就是那个娇滴滴的柳夫人？这群势利眼，若不是顾灵川那个废物，我何至于受这等屈辱？诸位夫人们好兴致，在聊什么呢？所谓此生唯一的爱，看来也不过如此。江心月，你梦寐以求的世子夫人之位，滋味如何？世子夫人，这位眼生得很，不知是哪家的千金啊？夫人们别见笑，男人嘛，哪有不偷腥的？抬个妾而已，总比他们在外面沾花惹地的强。这位是柳玉素，是世子的远房表妹，家道中落，婆婆看她可怜，接进府做个平妻，也当是接济家里穷亲戚，让人家有个活路不是？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她被家里人卖去给附身做妾不是？咱们侯府最重规矩，赏口饭吃罢了。好你个江心月，敢当众折辱我，说我是穷要饭的，我今天非撕了你不可！夫人这话说错了，谁家没有几个穷亲戚？我们柳家虽穷，却穷得一清二白，总好过某些不要脸的，说是官家小姐，却主动爬床，就为了攀高枝，珠胎暗回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给我闭嘴！我胡说？若是清白人家，婚前失贞早就抹脖子上吊了，哪里还有脸坐在这儿聊天呢？天啊，原来是真的未婚先孕，太不知羞耻了！完了，全完了，我的名声全毁在这个贱人手里了。难道人家崔小姐不屑于你做姐妹？这样上不得台面，别说做妻妾，便是坐在一席，也是嫌掉价的。蠢货，自己作死还要拉上我。柳夫人倒是个牙尖嘴利的。柳夫人，世子夫人有孕，你还是别气她的好。若是有个好歹，世子岂不心疼？这可是世子的嫡长子呢。听见没有？我怀的可是侯府的嫡长子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？嫡长子？那可未必。我是平妻，按理生下的也算嫡出，而且我如今也有了身孕。若是我生下的是儿子，姐姐生的是女儿，那嫡长子可就是我生的了。看姐姐这肚子又圆又大，必是个女儿才是。你有孕了？是啊，夫君开心的不得了，说让我好好养胎，必会给我们母子一个好前程呢。凭什么？我为了嫁入侯府受尽屈辱，他一个后进门的贱人凭什么抢走我的一切？
绝父，嫡子未出，世子怎可让妾生子？平妻算什么妻？不过一个妾室。等回府便要一副落胎要灌下去。灌我？你敢？你肚子里的孩子是在成婚前有的，谁知清不清白？夫君未必心里不疑心，只有我肚子里的才是地地道道的世子亲骨肉。我要撕了你的嘴！你放手！我不！两位夫人，快别打了，小心肚子里的孩子啊！崔如烟，都是你！如果你痛快把位子让给我，如果你不拒婚，我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？你去死吧！想拉我垫背，那我就成全你，让你们彻底万劫不复。如茵，快传太医，立刻煮浓姜汤，动作快点儿！夫君别急，我没事，我没呛水，我是故意的。以后你再敢拿自己的身子开玩笑，我绝不轻饶你。好不容易才将你养出些气色，若是落下病根，可如何是好？娘娘，不好了，御花园那边出事了！慌什么？慢慢说。靖远侯府的世子夫人和柳夫人在水亭边打起来了，威远侯夫人被他们连累，3位夫人一同落了水。威远侯夫人也落水了？她身子才养好多久？是江氏和柳氏2位夫人厮打，撞上了威远侯夫人，3人全跌进湖里了。传本宫旨意，立刻派会水的婆子去救人，再命太医院当值的太医全部到偏殿候着，煮姜汤备热水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夫君，是夫人故意的。她听说我有孕，她故意将我推下湖，还连累了威远侯夫人。你血口喷人！夫君若不信，大可问在场的各位夫人，是不是她先扑过来与我厮打？是不是她把我往河里推的？侯爷恕罪，都是内起的错，连累了侯夫人。若我夫人没事倒罢，若是有事，夫君，我肚子好疼啊！下官来迟，请侯爷恕罪。先给我夫人诊脉。恭喜侯爷，贺喜侯爷！侯夫人并非生病，而是有喜了。你说什么？侯夫人已有了1个多月的身孕，胎相安稳。虽然落水受惊，但好在夫人身体底子已经调理妥当，不必服药。喝几碗热姜汤驱除寒气，便无大碍了。我夫人有孕了，我要做爹了！恭喜侯爷了，如茵！哈哈哈哈！我们要做爹娘了！夫君，快放我下来，这是在宫里。没想到威远侯这样不苟言笑之人，
听到夫人有孕，也露出这般傻气来。顾世子，你的妻妾不知礼数，不分上下尊卑，居然在宫中因为争宠而打起来。顾世子，你治家不严，纵容妻妾在宫中争风吃醋，动手伤人，险些害了我的夫人。这是世子治家不严，还险些害了我的夫人，还请皇后娘娘降旨责罚。究竟怎么回事？仔细说来。回皇后娘娘，奴婢亲眼看见是世子夫人看见柳夫人站在水边，便故意将柳夫人推撞向裴夫人，以致裴夫人落水。你胡说！本夫人何曾故意推人？分明是柳妹妹自己没站稳。姐姐这话好没道理，明明是姐姐从背后推了我一把，我才会撞向裴夫人。姐姐若要抵赖，方才在场那么多宫人都能作证。够了！皇后娘娘，是臣治家不严，妻妾失德，惊扰了裴夫人，臣无话可说。世子倒是认得快，只是远侯说，若不是你及时赶到，裴夫人的胎若有3长2短，此事又当如何？若不是我及时赶到，我夫人的胎若有3长2短，世子准备如何赔？夫君，我没事，孩子也没事。如意，你不必为他说情，今日之事若不了了之，明日便有更多人敢对你动手。传本宫旨意，世子顾临川治家不严，纵容妻妾失德，于宫中争斗，误伤威远侯夫人，告命崔氏，险些危及皇嗣，罚停职半年，罚俸1年，以儆效尤。领旨谢恩。江氏、柳氏，你2人身为世子妻妾，当众厮打，成何体统？不必说了，世子夫人江氏、平妻柳氏各罚抄女则100遍，禁足3个月，不得大出府门半步。抄女则？被皇后亲口罚抄女则，这是天大的羞辱，等于昭告全京城，靖远侯府的这2位夫人不懂规矩，不堪为命士。都退下吧。臣妇领旨。听说了吗？靖远侯府2位夫人在皇后宫里打起来了，还被罚抄女则呢。抄女则，那不就是说他们不懂规矩？往后京中谁家还敢请靖远侯府的人赴宴？妻妾争宠争到皇上面前，还差点害了威远侯夫人落胎，靖远侯府这脸面算是丢尽了。以后谁家宴请还敢请这样的人家，不丢自家的脸吗？若非你在宫中闹事，我怎会被停职罚分，沦为满京城的笑话？夫君，你听我说。夫君，我的孩子，快叫大夫！事到如今还装什么装？谁知道是不是我的孩子？成亲前就有的孩子，谁知道究竟是谁的？连川，我好痛。夫人落水时受了大寒，寒气入体已深，如今又逢小产，白宫已伤，以后怕是再难有孕了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嫡长子，你胡说！哎呀，
姐姐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这可是咱们侯府的嫡长子呢，说没就没了。看来啊，这孩子也是挑福分的，没那个福气的人，怎么留得住金贵肉呢？是你看死了我的孩子，我要杀了你！夫君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是他害死了我们的孩子，你要替我们的孩子报仇啊！闭嘴！你还有脸哭？若不是你在宫宴上兴风作浪，惹是生非，我怎么会被皇后停职罚封？现在整个京城的人都在看我们靖远侯府的笑话，我走在街上都抬不起头。你简直是个丧门星！你怪我，是你说过要让我生下侯府的继承人的，你说过你只爱我一个人的。行了，这胎原本就是在成亲前苟合有的，名声本就不刚才，如今落了便落了，就当是消灾解难，以免以后落人口舌，以后养好身子再怀便是。幸好玉素的胎儿没事，反正等玉素生下孩子，按规矩也要叫你一声嫡母。你身为世子夫人，就该拿出正妻的大度来，难不成你以后还要和一个妾室争风吃醋不成？简直不可理喻！我们的孩子才是嫡长子，这是你亲口承诺我的，你骗我！谁生的孩子都要叫你嫡母，你计较这些鸡毛蒜皮干什么？疯妇！夫人，老朽直言，您的身在冰水里泡得太久，寒气已然深侵入胞宫，加之小产出血未能及时救助，已然伤了根本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把话说清楚，什么叫伤了根本？夫人以后恐怕再难有子嗣了，终生不孕。你这庸医胡说八道！夫人落胎是常有的事，调理几个月便好，怎么可能终生不孕？滚！给我滚出去！闹够了吗？成何体统？嬷嬷，您替我做主啊！那大夫是骗人的，对不对？我还能生的，我一定能为侯府开枝散叶的，求您信我。新月啊，大夫的话我都听见了。既然你已经不能生养，那便该认命，强求也是无用。如今玉素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，我们靖远侯府百年门第清贵人家，总不能让长孙生下来背上一个庶出的名分吧？那简直是有辱门风。我已经同族老们商议过了，为了侯府的未来，委屈你一下，从明日起你降为平妻，将正妻之位让给玉素，这样玉素肚子里的孩子便是名正言顺的嫡长孙了。不可以！我是八抬大轿抬进来的正妻，我是世子夫人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过河拆桥，你们这是过河拆桥！由不得你反抗，3天后祠堂大开，修改族谱。你若还顾忌最后一丝体面，就乖乖受着。玉素的孩子生下来也会叫你一声母亲，将来给你养老送终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别给脸不要脸！养老送终，好啊，那大家就一起下地狱吧！全都给我陪葬！开门！来人啊！
春还在死呢！无主大哥，这关中当真是世子和世子夫人？是。棺椁入殓时我亲自查验过，2具尸骨的姿态不对，若真是相约殉情，本该是相互依偎的模样，可这一具指节死死扣着另一人的手腕，力道重的异乎寻常，分明是在用力拉扯，不肯让对方挣脱。那不是殉情，是……还有，女尸右手呈拳握之势，掌心攥着一枚铜火碟子，火碟子经烈火灼烧，已与指骨粘连在了一处。这么说，火是他放的，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世子活着走出来。那柳夫人，柳夫人入殓时，腹中胎儿已足7月，她身怀有孕，行动不便，根本逃不出去，最终被浓烟困在了床榻上，一尸两命。老夫人，节哀，这便是世子和江氏。连川，我的儿啊，他们是殉情而死吗？老夫人，下官查验过了，这2具尸骨并非相拥殉情，而是那女尸手里死死攥着火折子残骸，双手如铁钳般绞着世子爷的腿。世子爷生前应该是在拼命挣扎，是被生生拖住，活活烧死的。江心月，你这毒妇！你死也不放过我儿啊！玉素呢？我的玉素和他肚子里的孩子呢？柳平妻大着肚子，逃生不及，已烧死在内院床榻上。侯府上下几无生还。完了，全都完了！靖远侯府百年基业毁于一旦啊！报应啊！听说那江氏本是庶女，侯瞧不上，各种搓磨，生生逼疯作孽呀！好好一个侯府就这么烧没了。听说皇上已经下旨收回爵位了。圣旨到，靖远侯府遭此大恶，朕心甚痛。念老爷昔日沙场救驾之功，特令内廷拨银安置后事，着有司护送灵柩回乡安葬。钦此。老夫人，节哀。陛下说了，老侯爷当年在沙场上救过先帝命，这份恩情，他替先帝还。这是陛下额外吩咐的，你拿着，回乡路上别亏着自己。朕能做的只有这些了。夫君，我好像要生了。来人，传稳婆，快传稳婆！恭喜侯爷，母子平安，是个小世子。如意，我们有孩子了。眉眼像你，嘴像你，哭起来这么大嗓门，将来怕也是个将军。上一世，我孤零零躺在病榻上，连一个来看我的人都没有。那间喜房里的红烛，从新婚夜燃到尽头，都没等到推门的人。而这一世，我有夫君，历经千般的安定，有孩子，有一个真正属于我的家。侯爷，各府送来的贺礼都到了，
崔府送了一对金锁，礼部王大人送的是长命玉牌，还有宫里皇后娘娘也派了人来，说改日要亲自看看小世子呢。备一份厚礼，鹿茸老参拣最好的挑。明日我要亲自去京郊别院看望靖远侯夫人。是。魏远侯，你来了。如茵，生了吧？生了，母子平安，是个男孩。好，好。当年我千挑万选，想给临川寻一门好亲事。如茵那孩子模样好，家世好，性情也好。我费尽心思让他与临川青梅竹马，想着娶了她，临川的仕途便稳了，侯府的样来便有着落。可临川偏要娶那个江家家庶女，我拗不过他。又想也罢，如茵那样的孩子不该趟这趟浑水。可我没想到，我亲手选进门的柳玉素，还有那个江心月，他们把我的侯府烧成了灰烬，我的儿子，我的孙子全没了，全没了。回府。你才出月子，怎么不叫丫鬟端？我又不是瓷做的。夫君今日去见了靖远侯夫人，她还好吗？人还在，魂已经不在了。她也是个可怜人，一生筹谋，到头来……如茵，有件事我一直想问，又怕你不愿说。顾临川死后，你心里可还有结？前世我死的时候，心中满是怨，怨他冷落我，怨他偏爱江心月，怨他不肯给我一丝一毫的真心。这一世我原以为远远避开就罢，可如今我有了你，有了孩子，那些怨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散了，像做了一个很长的噩梦，醒来时身边的人是你，孩子就在枕边安睡，噩梦便只是噩梦而已。裴郎，哎，有你在，真好。念安，不哭，蝴蝶是去找他的娘亲了。娘亲，对，就像念安找娘亲一样。今日有没有欺负娘亲？爹爹，这小子会挑人叫，一整天黏着你叫娘亲，到我这里就成了爹爹，像是我占了多大便宜似的。我原以为重生这一世是为了复仇，可现在我才明白，重生不是为复仇，是为重新活一次。娘亲，要那个，改日再买，今日先去外祖母家。在想什么？想这一世很好。